講一個比較扎心的真相 ，AG 目前這5個人裡面，綜藝的狀態是最好的。不管是遊戲水平還是職業態度，就拿上個賽季來說，綜藝哪怕休息，人家照樣給自己打了個巔峰第一，同時還給 AG 多練了個吃分點原因。楊戬、凱、大司命、靜等諸多英雄始終都保持國服頂尖水平。事實上，總決賽的發揮，綜藝也是最 C 的。今天我們來解說一下紅狼大戰的第3把，看看綜藝這把凱到底有多秀。一級戰河道中右，看細節，對方夏侯中線開，而綜藝選擇了野豬開，拿回野豬再過線，發現夏侯回藍區了。這個時候，綜藝決定去反 buff，思路很大膽啊，因為凱多吃了一組小野，他比夏侯先升2級，同時下路有線權，3個人過來反藍，關羽一刀劈回來，不給夏侯惩戒的機會。這種前期節奏一看就是打野指揮的，因為別的位置你很難有這種精密的野區計算。出裝上選擇紅刀全露，對方有夏侯和東皇，紅臉是必出的。紅區拿完再刷藍區，中線得卡住，剩下的一隻蜥蜴不刷，因為要掉兵線了，不划算的。中野府快速清完2波線，按道理應該回去刷蜥蜴，但因為你是野豬開，野豬差不多在1分50秒刷新，你得清掉，不然就被狼隊反了。如果是紅 buff 開，野豬就是2分鐘刷新，這種野區刷新時間，職業都會記得很清楚。剛才假視野轉藍區，實際上再回去拿雙珠，直接懲戒，貓咪已經在丟雷了。反正離我的 buff 刷新還遠着呢，惩戒用就用了，之後再去刷漏掉的蜥蜴。這種刷法啊，它只適合職業赛場或者是高分段的打野選手。你如果巔峰沒有個2200以上，最好不要去學。為什麼？因為你搞不清楚野區節奏，哪怕你前期反了 buff， 但是後續的時間你盤不明白。這點我深有體會。巔峰178左右的，你就正常紅開或者藍開就行，然後一波野區一波線的發育。清完這波中線，因為是對方的藍 buff 先刷新，如果夏侯要拿藍，那綜藝就可以去控河靈，但沒有去拿，因為夏洛特不讓，主要是我方關羽被打的狀態，而且東皇升4級了，如果拖到夏侯趕到，這波4v4可能會打不過，到時候還得丟野區。綜藝打得很靈動啊，對敵我雙方的戰力判斷得很準確，不會盲目的公式化。等刷到第2片藍區的時候 ，AG 出了波小節奏，上路安琪拉蹲了東皇的轉線，看細節，安琪拉先給2，但沒有馬上接大，而是走遠一點，張飛雷電暈住，安琪拉再接大招，主要是怕東皇會咬到安琪拉，這樣會斷掉安琪拉大招輸出。最後東皇咬的是張飛，人頭被一諾拿下，這波小 combo 打得很漂亮。除了優勢，暴君肯定能拿，拿完再第一時間往下靠，不給狼队換主宰的機會。第3片紅區刷新了 ，buff 給到一諾，這種直接給紅的打法就是要提速了。AG 張飞站好了對面紅區視野，但他也不是說一定要反 buff， 看思路。有了隊友做視野，戈亞提前2塔斷線，清完線後 ，AG 集體往紅區給壓力，狼隊以為 AG 要反 buff， 實際上一諾則悄咪咪的點掉了1塔。這波 AG 的運營做得很好，狼隊 buff 和1塔之間只能選一個。下一波節奏在8分鐘，雙方清中線，清夏洛特用了7星光芒劍貼臉兵線，那綜藝肯定不會放過你。看細節，走位扭個屁股，讓老夏斷了2，被動沒續上，而且浪費了 CD， 很致命。凱貼臉開大，老夏8體解控，打出了下一發7星光芒劍，但關羽來了，輕輕陣亡。狼隊倒了一個後還想反打，道仔阿里躲掉了安琪拉的2，給了狼隊進場空間。東皇新招減速閃現過去，但是大招沒有咬到一諾。仔細看，這波如果默認放1會咬張飛，因為張飛血量最少，所以信用了輪盤鎖敵。可這麼一操作，被張飛拐了一下，咬不到了。團戰結果3換0，狼隊血虧。10分鐘黑豹，兩邊都在斬殺線時候放控制，張飛大招噴4個，夏洛特也2閃接大，龍被安琪拉拿了，而且夏洛特依舊是個拖結位，隊友接不上，殺掉老夏後，夏侯也死了，凱一個人再往前頂，把狼隊砍得頭皮發麻。紅刀搭配陸裝，這種凱不僅肉，輸出也高。看 AG 如何殺死比賽，反完紅後，凱不去清上線，而是藏在草叢。這波蹲草是狼隊沒想到的。AG 看到綜藝的位置，集體往前包，導致狼隊雙 C 必須過來回防，而只能砍2個，再開大招，身位往後拉，封撤退路線。阿里這個位置放1已經死透了，往前追着砍，他不敢回閃，最後殺貓咪，普攻1刀2刀掛個1，再砍2刀拿下雙殺。其實這把比賽，我認為 MVP 應該給到凱，當然一諾戈亞這把傷害打得也 OK， 但論整體表現，我會覺得凱會更亮眼一些。目前以綜藝的狀態來看，我認為他依舊是 KPL 裡的頂尖打野。AG 真正需要調整的是其他位置，比如一諾，比如長生。好了，小夥伴們，今天的視頻內容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